好瓜，我是 Tim， 欢迎收看本期视飓风。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一个晚年，祝所有小伙伴们身体健康，虎年大吉。那去年回头一看，我们还真的去了不少地方，徒步过热带雨林，穿越过荒野戈壁，下过海，我们还上过天。但是有一个场景是我们好久没有拍过的，那就是南方人梦寐以求的雪景。那前段时间我们得到了一个机会，让我们非常兴奋。毕竟你只拍雪景的空镜不够有趣，对吧？但这次我们要拍的绝对有意思。我们想拍的是一项非常有观赏性的运动——花样滑冰。这类运动的拍摄最考验的其实是摄影师本身，他自身不仅需要会滑冰，还要对花滑非常了解，不然你根本没法预判动作。所以这次我们也很有幸体验了国家级花滑教练黄欣彤老师的训练课，学到了一些花滑的基本知识也可以和你分享一下。花样滑冰分为男子单人滑、还有女子单人滑、双人滑、冰舞还有团体这5个项目。每个单项都有着各自标志性的技术动作，其中跳跃动作是最为亮眼、分数最高，也是最难练的一个动作。花滑跳跃一共有6种，根据起跳方式的不同，又可以将6种跳跃分为点冰跳还有刃跳。周数则是指运动员起跳后在空中完成了几周的旋转，比如说4T 就是后外点冰4周跳。其中阿克塞尔跳是唯一一个向前起跳，也是最难的跳跃。目前还没有运动员能在大赛中完成阿克塞尔4周跳。而这套动作将在几天之后出现在羽生结弦的节目里面，所以可以一起期待一下这次人类花滑历史的突破。那如果你无法想象冰上4周跳的超高难度，那你现在可以进行一个原地2周跳，和我一起来体验一下，是不是会有这种眩晕的感觉？在黄老师的引荐之下，我们这次还有幸邀请到了青年花滑运动员张可欣老师，他非常乐意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创作。但是怎么把雪和花滑有机的结合到一起来完成一支片子，成了我们最头疼的问题。那最终红牛的北极冰之舞这个花滑短片给了我们不少启发，在雪山环绕的冰湖上面起舞，可能是对花滑最浪漫的诠释。但是想要找到冰雪覆盖又能短时间启动拍摄的冰湖场景，我们制片就疯了。首先你冰面不能太脆，其次你冰层不能太薄，海拔还不能太高。于是经过缜密的比较和各地的外联实拍反图，最终我们锁定了正下着大雪、拍过无数影视作品的内蒙古乌兰布统。场景一定下来，我们团队即刻启程，夜半落地赤峰，冒雪奔赴了冰雪童话中的克什克腾。第一眼见到雪原，我们无一不被如此辽阔而纯净的冰雪之境所震撼。泼水成冰，雪地打滚，升雪现车，更是我们前所未有的体验。那沿途我们还用小米12 Pro 拍摄了无数人像还有风景的照片，成片效果也非常惊艳，尤其是 AI 相机模式对于雪景的色彩调教，令人赏心悦目。在兴奋过后，我们很快就开始了拍摄的筹备，在将近1平方公里的湖面上开始了漫长的选景。要想画面拍得好看，日出日落的位置就特别关键。不管是蓝调还是黄金时刻，带密度的自然光拍摄，永远会给你的画面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。除此之外，后景远山的积雪覆盖率也是我们这次选景的重点。光秃秃的树林，这种错乱高频的细节，会大大降低画面的美感。基于以上2个标准，在深一脚浅一脚的艰难跋涉之后，我们终于定下了花滑的场地，就是这里。我们拉起了10米长的绳子，就地画圆，再把圆圈内的积雪慢慢清理到4周。2个小时之后，显露出来的冰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很多。无数起伏不平的冰疙瘩和裂缝，使得冰面连基本的平整都做不到。于是我们立刻找来了汽油喷灯，对裂缝进行火疗。而较大的裂缝，你只能拿1桶桶冷水把它填满，等它结冰上冻，再用不锈钢板一点点修刮平整。就这样，为了赶上第2天的拍摄进度，内蒙古的场务大哥和这块300平米的冰面较了一整夜的劲。当一切看似准备就绪，运动员也在前夜抵达了乌兰布统，但在开拍的清晨，我们再次深深体会到这种极寒地区的拍摄更是得看天吃饭。我们期待的日出红晕并没有到来，取而代之的却是漫山遍野的浓雾。所以很遗憾，这次我们失去了唯一一次日出拍摄的机会。好在云开雾散之后，留下的是一片晴空万里。
坚毅的冰刀划过冰面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阳光洒在运动员身上，就仿佛是一块晶莹剔透的冰融进了雪里面。当我们第一次透过监视器回看他用冰刀起舞的画面时，所有的阴霾和失落瞬间烟消云散。正是应了那一句话：守得云开，见月明。看完之后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觉得不错，可以把美丽动人打在公屏上。之前气球上升的项目我们有过一定的低温拍摄经验，但这次零下20多度的拍摄环境真的是太过残暴了。3脚架的液压云台被冻僵，2个稳定器也直接歇逼，开机之后就是瘫软无力。那可能最头疼的就是监看。一方面是雪面极高的反射率，使得小监的画面非常暗淡，而且超低温环境下 LCD 屏会冻住，会有严重的拖影，导致跟焦难度也非常大。所以摄影师只能拿黑布罩住监视器，尽可能的挡住光来进行拍摄。那另外，摄影师还需要给机器和电池贴上暖宝宝，再用保鲜膜把散热口给包裹住，利用机身自身的散热来增加这么一点点的温度。考虑到低温环境下设备掉电更快，我们还从当地调来了2台汽油发电机，来保证设备的续航和现场的供电。但是作为备机，小米12 Pro 的续航却出人意料的坚挺，即使我们长时间录制在低温之下，也没有什么电量焦虑。我们还把小米12 Pro 装在了穿越机上，对快速滑行的运动员进行了极速跟拍。主动开启运动追焦之后，得益于万物追焦的功能，即使是低角度的仰拍，焦点也不用担心，可以说是牢牢锁在运动员身上。它的视频稳定性也给了我们很大惊喜，在没有开超级防抖功能的情况下，我们就收获了相当稳定的画面。所以在寒风中，我们还是有了这么一丝丝的慰藉。在场的每个人都包裹得像粽子一样，全身都贴满了暖宝宝。但是你只要站在冰面上超过10分钟，你的脸和脚仍然会迅速失温，直到失去知觉。要是你不戴手套拍摄，不用几分钟，整只手就会被冻得又红又肿。而这次我们的冰上摄影师宗瑞老师则要承受更多。艾丽莎迷你再挂一个 Master Prime， 再加上如影2，提着这套几十斤的设备跟拍，确实是对体力和毅力的极大考验。特别重，这个得有30斤，15公斤，我觉得。这是我把电池背到包里的一个重量，这加上电池的话，行，我自己研制的。对，要不太冷了。要知道，作为曾经的短道速滑运动员，5大镜的师弟，他的冰鞋都是碳纤维鞋壳，即便你用厚帽子包住冰刀，进行了简单的改装，但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里面，也起不到什么保暖作用。而且此外，冰上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，还需要根据音乐的节奏，还有运动员的动作，随时调整运镜的方式。为了展现运动员步伐的凌厉和快速变化，一般你会需要进行对冲拍摄，或者是扣拍冰面，通过参照物的快速变化来增加速度感。而像旋转这种需要全景展示的动作，则会进行环绕跟拍，同时你还需要根据旋转速度的变化来进行推拉，加强画面的张力。那当然，如果太阳高度合适的话，找到合适角度进行逆光拍摄，也可以大大增加画面的丰富性。所以总的来说，这是非常难的一套操作，何况是在冰面上你要完成它。不仅是摄影师，在这样极寒的户外环境之下，运动员的体能也十分有限，所以多机位拍摄就变得特别重要。一开始我们采用的是小摇臂、大变焦还有航拍，来3机同时拍摄运动员的整套花滑节目。小摇臂挂如影2是为了增加地面机位的动感，然后摄柱会控制升降的同时，由摄影师用大师摇轮控制云台的精准构图。航拍我们选择的是雾2和 X7 云台，由飞手和云台手进行双控，一个人控制飞行轨迹，一个人控制镜头的旋转还有俯仰，来确保能够紧跟运动员进行更加精确的运镜。但是冰面无数细小的裂缝和坑坑洼洼，导致我们的运动员一直摔倒，没有办法进行整套节目的表演。于是我们迅速改变拍摄方案，把整套节目进行动作拆解，每个动作都单独拍摄。
但是即便如此，在完成跳跃还有旋转等高难度动作的时候，摔倒仍然会发生。这一次次令人揪心的摔倒，张可欣老师真的没有任何抱怨，每次都是毫不犹豫的再次起身尝试。我从来没有滑过这样的冰面，还是有一点磕磕绊绊的。看到这么美的景色，就想让自己也滑得好看一点，融入一下。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越挫越勇吧，可能。到今天，我也和许多运动员有过交集。我觉得中国运动员有一个很明显的共性，就是内秀。讲到自己付出的努力时，往往他只是一句话带过，但背后的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为国争光，不只是一句话。进入决胜圈，最后的半圈了，轻松取胜，获得了冠军。他向李岩跪倒不起，这不同于一个刀尖的绝杀，也不同于最后时刻的秒杀，这是毫无争议的优势，证明他的这个项目当仁不让的世界之王，天下无双。那回到这次拍摄的初衷，我们希望用这支片子在带给你美丽雪景的同时，也能致敬一下那些场上场下都拼尽全力的运动员。那当然，还有即将开启新年征程的你，追逐梦想的道路没有一条是平凡的，希望你我都有足够的勇气走下去。那最后感谢小米对这次极寒之旅的大力支持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也请务必点赞、投币、3连转发，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